我们平时呢一定要多囤上一些的食物和蔬菜，像香菜这种调味品呢，那更是必不可少了。平时炒菜或者是煮面条、煮火锅的时候，或者是做面汤的时候，放上一点呢都是特别的香。香菜呢一定要多囤一些，但是香菜呢是一种很难保存的蔬菜，尤其是现在天气呢越来越炎热了，刚买回来的香菜呢没放几天就已经变黄变烂了，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呢又变得非常的软烂。相信大家呢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今天呢就教给大家几个实用而且非常好用的小技巧。首先分享的第一个方法，买回来的香菜呢先不用给它清洗，我们先把坏掉或者是老掉的叶子给它摘下来扔掉。我们买香菜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尽量买的这种旺盛的新鲜的，因为这样的香菜呢营养会比较好，水分呢也是比较足，也会更加的新鲜一点。把香菜根部的地方坏了的或者蔫了的都给它摘洗干净，这样在保存的时候它才不会发臭。摘好以后，直接从香菜根部往上6-7厘米，香菜的叶子分叉的部位给它一刀切下来。香菜叶子的部分呢就可以直接来食用了，香菜的根部呢就是我们可以持续利用的部位。记住，香菜的根须呢是一定要保留的，但是香菜的根须呢比较长，用刀切一小段就不要了，但是也不要切得太多了，我们需要保留香菜大部分的根须。处理好以后放在一边备用。这个时候拿出家里面的水瓶，如果是饮料瓶的话，就需要清洗干净以后再使用，防止里面残留着果汁什么的。我们可以根据刚才香菜根部的长短，用剪刀剪出一个合适的长度，我们只用瓶身的下半部分，像这样就可以啦。我们剪下来的上半部分呢，还可以当做一个漏斗来使用，我们往里面灌一些大米、小米或者是豆类的时候就可以用到了，非常的简单又实用。然后在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7分满就可以。在里面加入1勺白糖，这样呢有利于增加香菜根部的营养，让香菜能够尽快的发出嫩芽。然后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以后，把香菜根部放在里面，这样的话香菜就可以成活了。经常换水的话，可以慢慢的长大，吃的时候掐点香菜叶子就可以了，是不是非常的不错呢？这样储存2到3个月也是没有问题的。建议大家直接放在阳台上，或者是放在阳光能够晒到的地方。养香菜呢，大概是每2天会换1次水，想起来的时候呢，就会给它晒晒太阳，这样会长得更快。但是夏天呢，不要拿去暴晒，温度太高了可能会被晒死。大约4到5天左右就可以长出5公分左右的香菜叶了。继续把香菜叶子给它剪下来，重复以上的步骤。正好前一批的香菜叶子也吃完了，我们后边的香菜叶子呢就又长出来了，于是呢就可以吃到源源不断的香菜了。虽然在水瓶子里面不会长得那么粗壮，但是这样储存1年都是非常新鲜的，还可以当做盆景来观赏。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方法。先把香菜坏掉的叶子或者是烂掉的叶子给它摘下来就不要了，再把根部下面的烂皮等等全部给它摘干净。我们从市面上买回来的香菜呢，一定要先清洗干净，不然的话表面上依附着细菌，会污染到其他的地方。摘洗干净的香菜先给它放入盆中。下面呢，我们准备一个干净的盆子，在里面加入2大碗的清水，在清水里面加上1勺食用盐，加上1勺的食用小苏打粉，用手给它搅拌均匀，搅拌至食盐和小苏打充分的溶解。然后把香菜给它放在这个盐水里面，把根部浸泡5分钟。大家会看到香菜上面会有蓝色的不明液体的痕迹，这个物体的名字呢叫做蓝矾，俗称蓝粉，它是农药当中的一种，所以我们在保存以前呢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了，不然长期保存会进入香菜根部，误食就不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用小苏打清洗的原因。小苏打加入水中以后呢，水就会变成碱性，而常见的农药呢大部分都是有机农药，基本上都属于弱碱性或者是酸性的，它们遇到碱呢就会进行分解，因此很多的农产品上面的包装呢都会注明不能与碱性的农药混合使用。
现在浸泡的时间差不多了，就需要把香菜的根须给它搓一搓，特别是根须的夹缝里面是最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然后把香菜叶子漂洗一下就可以了。香菜叶子的部分呢，不要过分的去给它揉搓，随便漂洗一下就好，因为它实在是太娇气了。我们再用清水给它漂洗一遍，这样也可以去除香菜表面上的碱味儿。这样会清洗得更加干净，更利于以后的保存。这个时候的香菜呢就洗得差不多了，再控水捞出，放在一个烤盘上面，晾干它的水分。我们也可以用手给它平铺均匀，这样可以使它干得更快一点。如果赶时间的朋友也可以像我一样，用厨房的纸巾把水分全部给它擦干。如果有水的话，保存的时候香菜就很容易坏掉了，确保没有一点水分。然后我们一面擦完，翻过来再擦另一面，这样会干得更快一点。案板上面铺上一层保鲜膜，然后把洗好的香菜放上来，用保鲜膜把香菜给它卷起来。卷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卷得紧实一点，尽量把里面的空气给它排挤干净，这样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保存就可以了。保存香菜的时候呢，除了要保持干燥，不能有水分以外，还要保留香菜的根须。根须呢，可以持续的为香菜提供需要的养分和水分，这样香菜就不会因为缺少养分而变得枯黄，使香菜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用这样的方法保存香菜，可以减少它的呼吸作用，使它的水分呢蒸发的少一点，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存放，这样就可以降低香菜的呼吸作用了。用这个方法保存香菜，即使是放上1-2个月，也不会坏掉，也不会发黄或者是发烂，特别适合我们随吃随取，而且已经是清洗干净的。吃的时候我们直接给它切一切就可以啦，这样不仅保存的时间比较长，还非常的省事又方便。我们再来分享第3个方法。我们把用不完的香菜给它摘洗干净了，晾干它的水分，然后把香菜放在案板上，给它切成小段。香菜的根须呢，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在吃香菜的时候，根须可以留着，但是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了。根据平时烹饪的喜好决定它的长度。切好以后给它抖散开，把香菜杆和香菜叶子的部分混合均匀，这样吃的时候呢会更加的好吃。然后我们准备2个保鲜瓶子，我们一定要用玻璃的，因为我们要放在冰箱里面去冷冻使用。玻璃呢是安全无毒的，用的呢也会更加放心，安全性能呢会相对来说高一点。我们一定要给它高温杀菌以后，水分晾干就可以把香菜给它装进去了。选用的瓶子要注意一点，这个瓶子的密封性一定要好，如果没有密封盒的话，我们就选用密封袋也是可以的。然后给它盖上盖子密封好，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存放就可以了。如果有条件的呢，我们就可以给它抽个真空，没条件的只要给它密封好就可以。这个方法呢适合长时间的存放。香菜呢即使存放半年也不会坏掉，而且使用的时候呢随吃随取，特别方便。拿出来的香菜呢依旧是香味浓郁，吃的时候直接取一小把，不用解冻，放在油锅里面就可以用来炒菜啦，或者是做汤什么的，味道呢真的是一点也没有变。这样呢1年都可以吃到新鲜美味的香菜啦。在不方便的时候就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如果以后家里面有多余的用不完的香菜，就用上面的这3种方法进行保存。如果还有别的蔬菜，比如紫苏或者是小葱之类的，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保存，都是特别有用的哦。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哦。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家常美食视频，创作不易，你的每一次点赞和评论都将是我不断成长的动力。点击我的头像还可以看到往常家常美食视频。我是新月，我们下期再见。